谢明，叶明若，你个贱婢，还妄想当我的皇妃！把这毒酒喝下去，我才能干干净净登上皇位。谢明，从头到尾，你都在骗我。10年前，我被爹爹卖进京城最有名的青楼，成了第1华魁。即便那日，当时还是3皇子的谢明，豪掷千金拍下我的初吻。我以为自己遇到了救凡尘的盖世英雄，谢明竟然将我送给了当朝宰相杜衡。杜衡是个老变态，求你快点收他下去，恶心！那晚后，我本想一死了之，却被谢明骗住。明若，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。我不受父皇重视，只有你能帮我笼络朝臣。我发誓，等我夺嫡成功，就娶你进宫，和你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轻信了他，甘心喝下橘子汤药，为他一次次委身别人身下，没有一丝尊严。直到5年后，谢明登基为帝，我却成了弃子，被他关入大狱。你从一开始就没想留下我这条命。往后，我便是修武之尊，这些安葬室就跟你一起埋到爹底下去吧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婢带下去，扔到乱葬岗。这辈子是我年少无知，错信负心人。若有来世，我定不会再做谢明的妻子。这血债血偿。爹，阿姐，我重生了，重生到了爹爹把我和阿姐卖掉的那天。明云、明若，连年大旱，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。跟着爹，你们只会活活饿死。爹也是走投无路，只能将你们姐妹托付出去，一个入青楼，一个去大户人家做丫鬟。你们抓阄吧，听天由命。能不去吗？跟着爹饿死也比打死强啊！阿姐，你也重生了！明若，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重生了。那相府就是个吃人的魔窟，连下人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我莫名其妙就被人害死了，这辈子估计还是个死，怎么办啊？对了，你是怎么死的？青楼也不是什么好去处。明若，你怎么比我还惨？那个谢明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阿姐，你想不想逆天改命？我当然想。那这辈子我们互换去处吧。对啊，我长得5大3粗，去青楼也没人会动心思，顶多被使唤着干点活。而我上辈子迎来送往，多肮脏的手段都见过，说不定能在相府拼出一条活路来。那就这么决定了，我卖身为奴去相府。我去醉春阁。长得5大3粗，肩宽背厚的，一点娇柔劲儿都没有，哪讨恩客喜欢？买命，真是赔钱货！妈妈，我有力气，能扫地挑水。我干活顶3个男人，你买我不赔。买回去当个干粗活的护院打手，倒也不亏。有劳嬷嬷给寻个好去处，明若必将报答。竟是个懂规矩的，瞧你细皮嫩肉的，眉眼周正的，这模样这身段，往那一站就是块招牌。相府正在为宋公子选通房丫鬟，你去正合适。若日后能得少爷青睐，飞黄腾达当上姨娘，可别忘了我今日的相府是清流世家，上辈子未曾和谢明有勾结，是个好去处。明若定会记得嬷嬷的好。谢明，上辈子我一个弱女子能助你登上皇位，
这辈子就能让你万劫不复。我们且走着瞧。前面就是少爷的流光院，你日后要好好伺候少爷洗漱起居。少爷喜欢清静，你虽为通房丫鬟，但若少爷无意，你也不能主动勾引。奴婢只求能有口饭吃，安稳度日，不敢攀附少爷。到了，进去吧。对宋家少爷宋奇峰这种清冷自持的人，刻意勾引只会招来厌恶，唯有恭顺守礼，才能慢慢站稳脚跟。少爷，奴婢明若来伺候您洗漱。进来。上辈子我见过那么多男人，可身材皮相这般好的，还是头一回见。更衣。是。新来的。回少爷的话，奴婢今日刚进府，不敢看我。这张脸，我上一世见过他。我上一世见过他。前世谢明在醉春阁宴请众皇子，席间那位戴银面的，便是众人口中的大皇子。那晚，谢明将我送至他府中，我本以为又是一场羞辱，可他并未碰我。他说知我心系谢明，绝不勉强于我，让我宽心。可话音未落，窗外已是箭雨破空而来。原来宋奇峰就是当年那位神秘的大皇子谢奇，可他为何要隐姓埋名，屈身做宋家少爷？你在看什么？奴婢该死，昨晚没睡好，有些失神，冲撞了少爷，求少爷恕罪。府里没那么多规矩，你初来乍到，年纪也小，不用这么紧张。起来吧。是，我以后就是少爷您的通房丫鬟，一定好好伺候少爷。通房丫鬟，定是管家擅作主张了。你不用管他，我对男女之事没兴趣。宋奇峰温和宽度，上辈子却被谢明乱箭射死，这辈子我不如就借他的手扳倒谢明，助他登上皇位。少爷，奴婢帮您研墨。万吻心定，墨色参加，你研墨竟有这般功底，真是难得。日后研墨之事，便交给你。是，上辈子在青楼学到的风雅知识，还是能派上些用场的。从前都是我给少爷研墨的，一个来路不明的贱胚，也敢抢我的差事，一定要让他知道，这流光院是谁说了算。劳烦小哥，我要出府采买些日常物件。姑娘太客气了，您可是府中第一个没被少爷赶出去的通房丫鬟，长得漂亮，性子又好，大伙儿都盼着您早日生姨娘呢。小贱人终于走了，就趁现在动手！尹明若，你放开我！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放开！你个贱蹄子，竟敢弄脏少爷视若珍宝的春居图！现在立刻跟我去见少爷！少爷，都是尹明若，是他弄脏了您最爱的春居图。这是要设局害我，倒真是瞌睡送来了枕头。想尽快夺得少爷的信任与偏宠，此刻便是最好的时机。你怎么不为自己辩驳来着？回少爷的话，奴婢今日照您的吩咐，出门买荷花酥，根本没来过书房。明明是你假借着采买，偷偷躲出府去。你弄脏少爷的画，我们几个丫鬟都看见了，还敢狡辩？是啊，少爷，我们亲眼看见他碰过这幅画。平时只有他会在书房伺候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少爷，三人成虎，众口铄金。奴婢虽问心无愧，可眼下没有证据，多说无益。这画既已被毁，不如让奴婢试着在图上改动几笔，兴许还能够挽救。你一个低贱丫鬟，也敢动大师的真迹？
住口！机会我可以给你，但若改不好，便以家规严惩。春居忘忧，随性随心，好话好心思。少爷您太抬举明若了。莫桑阿姐，话我已经改好了。少爷心善，就算知道是阿姐不小心弄的，也不会怪你的。求阿姐别再为难我了，好不好？你胡说！这是谁弄的？奴婢自己不小心。莫桑，府里的规矩管不了你了。少爷饶命！少爷饶命！你栽赃陷害，出手伤人，以下犯上，不配留在流光院。管家，将他拖出去，即刻发卖。少爷饶命！奴婢再也不敢了，饶命啊，少爷！至于其他人，你们既不问是非，便都去外院当差。往后我身边只需明若一人侍奉便好。是。坐下，我给你上药。奴婢多谢少爷。上辈子阿姐没少受莫桑的欺辱，这一世少爷身边只留我一人，我和阿姐的结局定不会再像上一世一般凄惨。明若，你可算来了！你在信上说莫桑那个坏心眼子被你收拾了，可真是给阿姐出了口恶气，你也太厉害了！阿姐，你就知道夸我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我在醉春阁挺好的，妈妈见我干活一个顶仨，顿顿饭都管饱，楼里的阿姐们还经常给我鸡腿吃。阿姐，我出来的时辰不多，你信里说有要紧事要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事？明若，我在醉春阁看见谢明了。谢明？我那日去倒水，看见谢明和表妹魏婉儿在雅间密谈。他的死与我无关。那魏婉儿可是宋齐峰上辈子的夫人，我记得就在3日后，宋齐峰会被谢明邀请去茶社。救了落水的魏婉儿后，不得已娶了她。这件事就是谢明设计的。上辈子宋齐峰暴毙后，魏婉儿就把我虐待致死。明若这辈子绝对不能再让她嫁给宋齐峰。阿姐，我们联手吧。联手？断了谢明的夺嫡之路，毁掉他设计的婚事，为我们姐妹俩争出一条活路。都是死过一次的人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明若，阿姐听你的，我们联手。我会想办法让宋其忠3日后带我赴谢明的约。阿姐，到时候你就……此手一落，已是冲4，白自再无回首之力。明若，你还懂棋？从前家中长辈略教过些，在少爷面前献丑了。这是刚出炉的荷花酥，您快趁热尝尝。这荷花酥偏是经你手才这般清甜，连我父皇
我父亲也赞不绝口。那当然，上辈子为了帮谢眠讨好皇帝，我特意重金买来了前朝做荷花酥的方子。想来这辈子皇上也吃到了最爱的荷花酥，只不过是换了人送去。少爷，夜深了，奴婢伺候您更衣。好。就算少爷清雅出尘，终究也是男子，想让他时时念我，片刻不离，只凭才华，远远不够。少爷，您低一点，奴婢够不着。少爷，少爷，以后我更衣都不用你伺候了。是奴婢伺候的不好，让少爷讨厌了吗？不是，从来没有人像少爷这样待我好，奴婢只是想一直留在少爷身边。那从今日起，你便升任1等大丫鬟，和我同进同出。果然，这种时候，不管向男人提什么要求，他都会答应。谢少爷。谢明，有我跟在少爷身边，你休想再把魏婉儿安插在少爷身边。皇兄可是让我好等啊。谢明，上辈子你把我害得生不如死，这辈子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哟，皇兄怎么带了外人？不怕他泄露你的身份？你吓着他了。你对这个丫鬟似乎和别人不太一样，她确实和别人不一样。明若，我本是大皇子，当年宋丞相救驾伤了根本，父皇便将我过继于他养老，待他过世后再恢复身份。原来是这样，等少爷恢复身份，皇上没有嫡子，当立长子为储君，难怪谢明急着害死少爷。奴婢一定不会说出去的。好了，我相信你，起来吧。说正事吧，不用避讳他。你信他？明若虽然进府不久，但懂分寸，知进退。我愿意把我的秘密托付给他。在你眼里，大哥就不能有一个信任的人？不，只是没想到会是一个倾国倾城的美娇娘。果然和上辈子一样，今天谢明喊少爷来，就是为了设计他娶魏婉儿，把自己人安插在少爷身边。救命啊！大哥，好像有人落水了。开始了。是你表妹魏婉儿。大哥，我不会浮水，我记得你会。男女有别，若我下水，怕是说不清楚。大哥，人命关天，这时候别管男女大防了。明若，多谢宋少爷，救命之恩无以言报。小姐是要对我以身相许吗？你是谁？奴婢是宋尚书府上的丫鬟。不要你救！魏婉儿，我早就料到你不会轻易和我回去。阿姐，我们联手吧。联手？我跟我妹不一样，我有的是力气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有劳阿姐。谢明，你的算盘落空了。快请我。刚才我不方便下去接你，若是看到那位姑娘的身体，怕是说不清。哦，那看到明若姑娘的身体，倒是无碍了。她是我的女人。少爷，刚才那位小姐叫我奴婢宋少爷，她好像极为笃定，救她的人是您。三弟，这件事是你安排的。
大哥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跟你亲上加亲。你我联手，总好过让二弟那个疯子入主东宫。你们的争斗与我无关，我现在姓宋，帮不了你什么。明若，我们走。大哥不帮我也不妨事，我觉得你这个丫鬟很有意思，送我可好？怎么了？我癸水忽然来了。少爷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事急从长，别动。速回府，即可备2个暖炉，1桶热水，再取1套素色衣裙送至流光院。是，少爷。少爷，谢明今日敢当众强要我，明日便敢对您痛下杀手。他野心昭然，断不会容您这个潜在威胁留存。您务必多加防备。我自有分寸。你眼下身子不适，这些事不必挂心，顾好自己便够。少爷看似温和，实则胸有成竹，城府远比我想象的更深。抱着暖炉暖暖身子。谢少爷。是漏水感染风寒了吗？少爷，您离奴婢太近了。你今日帮我躲过和魏婉儿的婚事是有功，明日起擢升为掌院娘子，赏赐黄金1000两。今日就早些歇息吧。少爷对我是男女之情也好，是只有怜惜也罢，只要我在他心中有分量，足够我借他这把利刃，将谢明彻底碾碎。见过尹娘子。尹娘子，尹娘子如今掌讲家事，真是年轻有为。日后府中采买的琐事，还需尹娘子多指点。如今我已手握宋府实权，不管做什么都会方便许多。明若，我养父宋丞相要见你。是。齐峰向我举荐你当宋府的掌院娘子，说你沉稳可靠，办事利落，内院之事繁杂，交给你，我和齐峰都放心。宋丞相阅人无数，莫不是看出了我的心思？这是书房、库房的钥匙，还有府中历年采买的账目。你接手后，无需事事请示，守住“公允”2字即可。谢老爷信任，奴婢谨记老爷教诲。娘子，您歇会儿吧。少爷就是担心您不注意身体，才派奴婢照顾您的。如今都已3更了，您可别熬了。无妨，我马上就好。你去帮我打盆水来。娘子，这是醉春阁那边送来的，说是明云姑娘亲笔。是有变故，今日9时城外破庙碰面。宁若，谢明那个畜生，他报复我。他对你做了什么？那日我帮你捆了魏婉儿，谢明查到后竟恨我坏他计谋，竟买通了醉春阁老鸨。那老钱婆日日拿鞭子抽我，还说过几日要给我簪花挂牌，让我接待最下等的客人，任人糟蹋。上辈子这老鸨就助纣为虐，帮谢明拿捏青楼女子，手段恶毒。这辈子还敢折磨阿姐。阿姐，别哭，这老鸨恶人自有天收。算了算日子，他的死期快到了。死期？老鸨患有哮喘，上一世就是在这几天夜里突然发疾病死了。你这些时日多留意着，等老鸨一死，我就趁机收购醉春阁，让你当掌柜。
阿姐，有了产业傍身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老鸨死了，我现在就告诉明若。收购醉春阁交给阿姐管理后，我就可以通过醉春阁网罗京城情报。东家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卖给我，我愿日后收益分你30%。尹娘子倒是爽快，可醉春阁是块肥肉，你就不怕有人抢？东家放心，我阿姐在醉春阁根基已稳，姑娘们都服她。好，成交，我这就拟契约。等等，醉春阁我要。谢明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不是宋奇峰身边的大红人尹娘子吗？怎么有空来抢醉春阁这块地？三殿下说笑了，不过是帮阿姐求条生路。你几次三番与我作对时，就已经自断生路了。不过，也并非没有转圜的余地。三殿下，请自重。尹明若，宋奇峰只封你个掌院娘子，连姨娘的名分都舍不得给，你这般为他卖命，值得吗？我与少爷只有主仆关系，请你慎言。还装上贞洁烈女了。尹明若，你不如从了本殿，只要你让本殿满意，别说姨娘，就是侧妃之位，本殿也能给你，比在宋奇峰身边做个无名无分的下人强得多。少爷，尹娘子近日频频出入醉春阁，虽说是探望奇姐尹明云，但醉春阁老鸨暴毙之事太过蹊跷，且据眼线回报，三殿下谢明今日也去了醉春阁，似乎与尹娘子起了冲突。备车，去醉春阁。少爷，您身份敏感，若是暴露，以大皇子身份去，明若不能出事。你可真白啊，尹明若！早知道在茶社那日，我就应该当着你家主子的面强要你。你无耻！怎么，宋齐佩能碰，本殿就碰不得？今日我倒要试试你这身子是不是真有那么金贵。放开他！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打我！我的人你也敢动？谢明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少爷怎么来了？好得很！大哥为了一个丫鬟，竟然对亲弟弟动手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带着你的人滚！再让我看见你骚扰明若，休怪我不念兄弟情分。走着瞧。你没事吧？回少爷的话，奴婢没事。没事便好。老鸨暴毙，当真只是意外。明若，我要听真话。他起疑心了。许是他常年苛待姑娘们，积怨太深，遭了报应了。我听阿姐说，这老鸨可不是什么好人。少爷，醉春阁是京城权贵聚集地，每日来往皆是官员名士。奴婢今日擅作主张过来，是想着趁醉春阁群龙无首，买下这里，掌握了情报，日后少爷便能少遭暗算，求个安稳。你倒是思虑周全。醉春阁，本殿买了，按方才明若说的条件，产权挂在尹明云名下，后续事宜让你的人跟我的侍卫对接。是，全听殿下吩咐。往后让明云定期去府里送情报，也好让你们姐妹多些见面机会。
谢少爷。明若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明若，往后不管你想做什么，都可以告诉我，只要不违背天理伦常。奴婢多谢少爷关怀，定会谨记少爷的话。夜深了，回去歇歇吧。是。明若，你快看，这是醉春阁近1个月的情报汇总。我发现户部尚书每月都私下给谢明送3万两白银，这笔钱怕是他养死士买官的核心资金。上辈子大理寺卿最是刚正不阿，敢于直言进谏，最看不惯结党营私之事。谢明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他想借刀杀人，我便如他所愿。阿姐，你立刻把这些证据整理好，深夜悄悄放在大理寺卿府门口。明日早朝，咱们就让谢明当众出丑，让他尝尝失去依仗的滋味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陛下，臣有要事启奏：户部尚书勾结皇子，每月暗送白银3万两，为其豢养死士，买官诱决。证据确凿，请陛下圣裁。这手帕的绣法和纹样，竟和明若常用的那方一模一样。大胆！竟敢在朕的眼皮底下结党营私！来人，将户部尚书拿下，抄家下狱，彻查到底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父皇，儿臣不知此事，定是户部尚书污蔑。不知？3万两白银每月流入你的府邸，你敢说不知？罚你3年俸禄，禁足王府3月，闭门思过。儿臣遵旨。可明若一个内院女子，怎么会掺和朝堂大事？或许是我想多了。谢明，这只是你欠我的利息。上辈子你毁我一生，害我惨死，这辈子我便一步步断你臂膀，夺你权势，尝尽我当年所受的苦楚。明若，谢明狗急跳墙了，他刚解除禁足，就包下醉春阁牡丹亭，今晚要宴请宰相杜衡。我手下的姑娘偷听到，他们要密谋除掉少爷。杜衡，这个老变态，前世让我受尽屈辱，这辈子我不仅要让他身败名裂，还要借着他彻底瓦解谢明和他的联盟，为少爷扫清登基路上的最大障碍。还有魏婉儿，我在醉春阁后门看到他了，跟着杜衡的侍从一起来的，肯定是谢明特意叫来的。见了一定会故意闹事刁难，闹事正好，省得我费心思找由头入局。阿姐，今晚我亲自去醉春阁，这太危险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让自己吃亏。阿姐，你只需在醉春阁外围控场，带齐人手守住各个出口，再让人去请些京中有名望的世家公子去醉春阁，越热闹越好。我们要是把谢明拖下水，让全京城知道他为了夺嫡和奸将杜衡私相授受，把他当过街老鼠。好，我这就回去安排。
今夜宫中设宴，我去赴宴，不回府。是，少爷安心赴宴，府中事务由我盯着。无需挂心。照顾好自己。真是天助我也，省得我找借口宿在外面了。宁若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为什么不试着依靠我一下？贝妈，我们跟上明若。是。三殿下刚解除禁足就急着设宴，莫不是想借杜相的事挽回些圣心？可惜啊，户部尚书倒台，殿下损失惨重，怕是难回往日风光了。明若姑娘说笑了。前几日河边之事是我唐突，这杯酒我给你赔罪。殿下的酒，我怎敢喝？姑娘若不喝，便是还在怪我。谢明，你太好懂了，还是和上辈子一样，被激怒后会不计后果的把我送到杜衡床上，既报复了我，又给自己疏通了人脉，一箭双雕。杜相，这位是明若姑娘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杜相，这位便是明若姑娘。明若，你今日来的也巧，杜相权倾朝野，可不是轻易能见到的。我为你引荐一二，你就别在意我们之前的过节了。见过杜相。姑娘不必多礼，这般美人真是少见。杜相，今日相聚便是有缘，我们不妨共饮几杯。好，有这般美人作陪，今日定要一醉方休。明云姑娘，难得杜相赏识，你可得多敬杜相几杯。是啊是啊，美人敬酒，老夫定然喝个痛快。杜相抬爱，小女子怎敢推辞？这杯小女子敬你，愿杜相福泽深厚，官运亨通。我也陪一杯，祝姑娘今夜尽兴。我早就服下了解药，谢明，你的算盘注定落空。美人儿，坐过来些，陪老夫好好聊聊。哎呀，头晕的厉害，怕是喝多了。三殿下，小女子怕是陪不了各位了。杜相，良宵苦短，晚辈就不打扰您雅兴了。美人儿，别怕，老夫会好好疼你的。美人，真让人恶心，这点迷药够你昏迷2个时辰。外面宾客正喝到兴头，没人起眼，把他们摆上去，衣衫弄乱些，姿态做逼真点，别露破绽。走水了！牡丹亭走水了！快救火啊！
这不是三皇子谢明的表妹魏婉儿吗？我的天，宰相竟与皇子表妹私会青楼！三皇子刚拉拢杜相谋士，竟出这等丑闻，这是自断臂膀啊！秽乱纲常，明日定要参杜衡一本，三皇子也难逃干系。谢明，你的夺嫡之路今日彻底腰斩。堂堂宰相竟和皇子表妹做出这等龌龊事，真笑掉人大牙。他是早想把表妹送给杜相攀关系了。三皇子为了拉拢杜相，竟连自家表妹都能牺牲。都看什么？滚出去！谢明，你欠我的还没还完呢。以前竟不知你还有这样的一面。只要你愿意对我坦诚相待，你如何瞒我，我都不在乎。连夜把这些散到京城各个角落，茶楼、酒肆、街头巷尾，一处都别漏。是，姨娘子。听说了吗？三皇子为了攀附杜相，把自己表妹都送出去了。真的假的？这也太恬不知耻了，简直是卖媚求相。三皇子卖表妹，潘宰相丢人脸，青楼里嘲笑谈。连孩子都知道了，这脸可丢大了。可不是嘛。圣旨到，三皇子谢明接旨。儿臣接旨。杜衡身为两朝元老，念其年事已高，免于责罚，着令辞宫归乡，永不得入朝。三皇子谢明纵容亲眷，行事不端，罢免朝中所有职务，杖责30，即刻行刑。冤枉！拖下去行刑。尹明若、宋其佩，今日之辱，我定100倍奉还，你们都要付出代价。30板子，这点惩罚远远不够偿还你欠我的，只是罢免杜衡的官事，也远不够解我心头之恨。殿下，奴婢见不得血，可否暂避一下？准。姑娘，您的马。大姐，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！好人饶命，我愿交出所有钱财，只求留我一条性命。留你一条命可以，但是你别想去报官！兄弟们，带上财物，撤！杜相，哦不，现在该叫你杜老头了。归乡之路可还舒坦？是你，那些山匪，是你故意喊来的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做的？杜衡辞官归乡，携带大量金银财物走郊外官道，郊外山匪闹得正凶，我看这老东西很难全头全尾的归乡了。呸！活该！我与你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为何要这般对我？你身居宰相之位，贪赃枉法，收受贿赂，更仗着权势欺辱弱女子，你这条命死不足惜。放过我！只要你放过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要你遭报应，身无分文，苟活于世，一辈子受折磨。
公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做的事我都知道了。户部尚书倒台，杜衡身败名裂，这2件让谢明元气大众的事，都是你做的。是。为什么？自从知晓你的真实身份，我便知谢明心性歹毒，绝非明君。江山万万不能落入他手中，我想帮你。可你就不担心自己的安危？步步为营，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。我清楚，只有站在最高的位置上，才能真正保护自己，保护想保护的人。谢明若真登上皇位，难道会放过你这个最大的劲敌？难道会放过我这个屡次坏他好事的人？如此言语，你从未告知于我，难道从前的种种都是假的？是你故意骗我的？我尹明若向来恩怨分明，谁对我好，我便千百倍的对他好。那你对我如此，是因为少爷与我是再生之恩，你给我生路，我便做你手中最锋利的刀，扶你入明堂。我此生原本只想当个闲散王爷，但只要你想，我会拼尽全力登上那个位置。往后，在我面前，你活得自在些便好。再有什么计划，都与我说，别再只身犯险，让我担心。他不是责怪我的隐瞒与算计，竟是满心都在担心我的安危。从今以后，我与公子之间再无隐瞒。父皇在早朝上说，江南突发大水，灾情严重。前世谢明就是靠着江南赈灾一事收拢民心，拉拢官员，才得以翻身。少爷，江南赈灾一事绝不能让给谢明，我们必须揽下赈灾之权，断了他的后路。我明日一早便向父皇请旨。父皇，儿臣愿前往江南赈灾，定不辱使命。好，朕就知你有担当。江南赈灾之事全权交于你，所需银两官员皆由你调遣。父皇，儿臣也愿前往江南，为父皇分忧，为灾民解难。你自身丑闻缠身，朝堂职务皆被罢免，有何脸面请命赈灾？安分守己，待在王府，休要再添乱。赈灾路途遥远，你若有不适，一定要及时告诉我。谢少爷，上辈子有个叫裴红的人献上治水奇策，让谢明在赈灾中拔得头筹，换得滔天功劳。这辈子这份功劳只能是少爷的。奴婢幼时曾听游方道士闲谈，说江南流县有一位名叫裴红的能人，最善治水，据说还有不少治水奇策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既有这样的能人，到了江南我定去拜会。这是500两路费，你且收好，只需在流县安心等候，待大殿下的赈灾队伍抵达，再将你的治水策悉数奉上即可。小人定遵姑娘吩咐，绝不敢有半分差池。明若，你交代的事，阿姐已经办好了，这就回京城等你的好消息。江南急报，大皇子赴江南赈灾，治水有功，安民有策，流民归乡，粮仓丰实，江南全境渐复安定。好，大皇子甚合朕意。大皇子英明。宋启峰、尹明若，我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三殿下，我自幼倾慕你，但你从来都避我如蛇蝎，今日为何邀我共饮？宋启鹏向来无欲无求，如今步步紧逼，定是尹明若在背后怂恿。唯有拆散他们，才能断了宋启鹏的左膀右臂。县主对我一片心意，我记在心里。只是如今我身陷窘境，怕是配不上县主。三皇子说的哪里话？我心悦你。县主既一片赤诚，我谢贤也在此立誓，往后我定不负你。如今宋奇峰风头正盛，唯有借县主之力才能制衡于他。你去求陛下，让他将你赐婚给宋奇峰。只要你嫁入宋府，离间他与尹明若，待我扳倒宋奇峰，定以8抬大轿娶你为妃，许你一世荣。我听你的，
这就入宫求陛下赐婚。明若，赈灾回来后，父皇给我放了假，这些天日日和你对弈，你的棋艺倒是越发精进了。明若，不好了！醉春楼那边刚打探到的消息，临阳县主入宫求陛下把他赐婚给少爷，陛下现在还在犹豫呢。临湘县主，临湘县主，前世在天牢里对我百般折辱、落井下石的女人，如今竟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尹明若，你也有今天，不过是谢明的一枚棋子，还真以为他会娶你？他心里从来只有我，利用你不过是为了夺嫡，如今你没用了，死在这牢里都是便宜你。临湘县主，前世的账也该好好算算，这门婚事绝不能成，不仅不能成，还要让临湘县主和谢明绑在一起。绑在一起？明若，你想怎么做？让这对满心算计的恶人结为夫妻，互相折磨，永世不得翻身。你放手去做，有我兜底。明若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娶临湘县主。父皇那边，我会亲自去回绝。自然不能娶，他本就是谢明安扎过来的棋子，娶了他，便是引狼入室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这是怎么了？莫名其妙的，谁知道呢？刚才还好好的，说翻脸就翻脸。少爷今天真是奇怪。不管怎样，先解决了临湘县主和谢明对麻烦再说。今日殿下设宴，还备了县主最爱的醉蟹，还望县主赏脸。这醉蟹中加了100年陈酿，酒气不重，却醉人的很。县主，你深爱谢明到愿意做他的棋子，嫁给宋其夫，半醉半醒时，难道能在陛下面前藏好自己的心思吗？林香，真没想到这个臭小子对你还挺上心啊！陛下，您就会取笑我。宁哥哥，我心愿你，我不要嫁大皇子，我要嫁给你，此生非你不嫁。放肆！临湘县主，你喝醉了。宁哥哥，我的清白身子都给你了，你怎么能让我嫁给别人？成何体统！县主居然早就倾心3殿下，我们竟然没有瞧出来。将县主扶至偏舱歇息。简直荒唐！恭送皇上。第1步成了。宪兵，事已至此，你必须给我名分！疯妇，你简直疯了！谢明，在你决定割肉弑我，利用这个痴恋你的疯女人的时候，就要做好被反噬的准备。圣旨到！临湘县主与3皇子谢明情根深铸，朕念及皇家颜面，着令即日赐婚，3日内完婚。谢皇上，谢皇上！3皇子谢敏秽乱私刑，与临湘县主私相苟合，复又胁迫其转降大皇子，违乱纲纪，着即革去其一切朝中职任，禁足半年。钦此。儿臣领旨谢恩。恭喜3皇子，恭喜县主，从此天生一对，地久天长。虽说闹得难看，但谢明也算是定下了终身大事。你呢？可有中意的女孩子？回父皇，儿臣已有中意之人。宋其父疯了？哦，是哪家姑娘？不妨说来，朕替你做主。父皇，时机尚未成熟，暂不便透露。但儿臣心意已决，日后必给他名分。
还请父皇不要再为儿臣赐婚，也不必费心安排。罢了罢了，你做事有分寸，朕信你，便不勉强。谢父皇，那儿臣便先告退了。这是在藏什么？天天带在身边，寸步不离，却不急于纳入府中，难道是那姑娘不答应？昨日家宴后，父皇说想立我为储君，问我是否有意。殿下贤德仁厚，登上这皇位，当为天下苍生，而非为我，又何须犹豫？你总是看得最清。奴婢只是实话实说。明若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明哥哥，少喝些酒吧，我还想早日怀上你的孩子呢。这几日你不用上朝，我们滚开！明哥哥，尹明若，尹明若，明哥哥在我床上竟然喊尹明若的名字，我要他死！去找个可靠的外乡人，混进宋府当小厮，给尹明若的饭菜里下毒。是县主。姑娘，今日的午膳备好了，请用。府中负责送饭的小厮皆是熟面孔，此人眉眼陌生，身形也与府中下人不同。你下去吧。果然有毒。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是谁让你在饭菜里下毒？是三皇子府的临湘县主，是县主逼的小人这么做的，求姑娘饶命！临湘县主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派人潜入宋府对我下毒！你血口喷人，我何时派人下毒了？这些都是你伪造的证据，想栽赃陷害我。证据确凿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来人，将临湘县主杖责100，禁足此偏院，加派守卫，永世不得出门。我乃堂堂县主，你不过是个丞相的养子，也配动我？哦，是吗？圣旨到，宋齐藩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长子谢琦隐姓埋名多年，恪尽职守，护国有功。今恢复皇子身份，册立为皇太子，钦此。儿臣接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子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敢对明若下毒，孤恨不得立刻让你身首异团。这100杖已是轻罚。原来被人偏爱和维护是这种感觉。殿下，我们走吧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宋齐夫，怎么了？我可以相信你吗？明若，明若，太子殿下，我有心上人了，特意带来给你们认识。心上人？齐昭，进来吧。他叫齐昭，前阵子我去采买，碰见小偷偷他钱包，我二话不说就帮他抢回来了，这不，缘分就到了。恭喜阿姐，终于觅得良人。齐公子一表人才，与阿姐甚是相配。
阿姐，其实我们俩也在一起了。啥？你们俩才在一起？我还以为你们早就在一起了呢。一定是你一直没发现人家喜欢你。姐姐，别说了。好啦，我要走了，下次看你们恩爱。我送送你。齐照，我阿姐性子直爽心善，你若是敢对她不好，我定不饶你。明若姑娘放心，我定会好好待芸娘，护她一生周全。阿姐竟然以为我们早就在一起了，糟了，忘记把阿姐爱吃的桃花酥装给她了，我特意让厨房做的。你回去吧，我把桃花酥给阿姐送过去。没事，去吧。齐照上的是谢明府上的马车。姑娘，齐照并非普通百姓，而是前朝余孽，手中藏着一批前朝死士，一直暗中筹谋复辟，与谢明早有勾结。谢明故意让齐照间接近尹姑娘，就是看中姑娘与您的姐妹情深，想让齐照潜伏在您身边，伺机刺杀太子。阿姐把他当成可以托付一生的良人，他却只是在利用阿姐，把阿姐当成棋子。我必须在不伤害阿姐的前提下，除掉齐照，斩断谢明的最后一丝眷念。是。殿下。太子今日将前往南郊祭祀，我已安排好死士，届时在半路伏击，定能取宋启平拱命。动手！怎么回事？赶人！谢明，这密信上写着刺杀宋祈福的计划与前朝死士的部署，证据确凿，就算陛下世子情深，也会要你的狗命。尹明若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应该不管不顾的杀了你。齐照，前朝余孽勾结废皇子谢明，意图谋刺太子，颠覆朝纲，人赃并获，就地拿下。芸娘，芸娘，救我！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从来没想过利用你，求你救我一命。芸娘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快帮我求求太子和明若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骗我感情眼就罢了，竟敢勾结谢明害我妹妹和妹夫！你个畜生！别打了！明若，你放心，姐现在是醉春老板娘，什么样的小白脸没有？这种渣男，姐早就不稀罕了。不愧是你姐，性子果决。来人，把齐照拖下去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废皇子谢明私通前朝余孽，意图谋逆，罪证确凿，着令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钦此。谢明，这一世你终于永世不得翻身。好了，退朝吧。太子和尹明若留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明若姑娘，朕瞧你行事果敢，心思缜密，倒是个难得的姑娘。不知你生辰几何？回陛下，奴婢生辰在3月初9。哦，倒是个好生辰。其二，你先前在宴席上说有了中意之人，想来便是明若姑娘吧？回父皇，儿臣中意之人正是明若。哈哈哈哈！好，明若虽出身低微，却陪在琪儿身边，助她化解无数危机。这般姑娘，担得起太子妃，更担得起未来的皇后。朕很满意，你们择日成婚吧。儿臣接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新娘请下轿。新娘到，新妇入门，吉祥福到。吉时到，请新郎。新妇跨鞍，福禄平安。天搭鹊桥，人间奇巧。明若，新婚快乐，往后都过好日子。一洒连理永结，二洒花开并蒂，三洒四季平安，四洒月圆人圆。新郎新娘到，一拜天地，天地为鉴，喜结良缘。二拜高堂，子孙满堂。夫妻对拜，礼成。明若，我说过我会娶你的。县民已除，阿姐安好，我终是守得云开，与心上人相守一生。这一世，我改命成功了。